习近平权势旁落传闻还未歇息，美智库文章又再添实锤，称张又侠去年在官媒上公开发文，公开倒戈，反对习近平2027年的攻台计划。那么张又侠是如何从一个习的拥趸转变成一个倒戈者的呢？且听本节目为你细细道来。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6月9号，华盛顿时报报道说，美国空军智库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最新发表的报告，引述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去年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章，指中共军队内部正面临着诸多问题，无法按照习近平的命令做好入侵或封锁台湾的准备。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，共军很难在2027年具备足够的能力对台湾发起武力攻击。张又侠指出，共军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军事领导层的指挥能力薄弱，民间企业和民众对武统台湾的支持力度不确定，缺少执行联合行动和资讯战能力等大型联合军事行动所需条件。CASI 分析，经过9年的反腐、现代化议程和大规模改革，习近平与中共军事领导仍有疑虑，共军很大一部分的力量以及跨军种和民间努力进展不够快速，或是进行的方向错误。时事评论人士张天亮认为，张又侠的这篇文章等于是公开否定了习近平2027年入侵台湾的计划，也间接反对了习近平的领导。未来习近平与张又侠之间的权力角力将成为焦点，值得密切关注。2022年，张又侠在中共20大上以72岁的高龄连任军委副主席，并成为中共中央军委的第2号人物。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当时权势熏天的习近平的手笔。习张两家是世交，张又侠也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平的发小，曾在中共19大和20大期间为习近平保驾护航，一度是习近平倚重的军中重臣，如今却公开反习，成了习的倒戈者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要说清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梳理一下张又侠的升迁轨迹，以及他与习近平之间的交易。不可否认，张又侠头顶上红二代的光环，以及他越战的经历，给他加分不少。但和大多数中共的高官一样，他升迁的背后也深刻交织着中共高层权力博弈的痕迹。尤其是他与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之间的关系，更成了他升迁的关键推手。张又侠的军旅生涯属于中共前党魁胡锦涛的军中嫡系第14集团军。曾有传言称，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后试图拉拢14军为自己站台，曾亲赴云南缅怀先烈，有挟14军威胁中央之意。但14军的领导说，我们只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，极意效忠胡锦涛，而非地方政治人物。今年4月，中共历史学家刘孔福在北京之春撰文说，由此可知，张又侠必然与胡锦涛关系密切良好，他是胡锦涛最倚重的军中将领之一。在2000年，张又侠升任第13集团军军长，在胡锦涛接替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后，胡锦涛便急调张又侠进京护卫，并迅速提升他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。张又侠跻身中共军委中枢是在2012年，在胡锦涛即将全退，习近平即将接班之际，胡锦涛将张又侠从沈阳军区司令员提拔为中央军委委员，并兼任总装备部部长。这是张又侠首次正式进入中共军委核心，标志着其地位与政治分量的大幅提升。这一安排显然是胡锦涛在卸任前为自己在军中布下的防线，也显示他对张又侠能力与忠诚的双重信任。胡锦涛在中共18大全退，被誉为高风亮节，而张的晋升也在当时被视为稳定军心的重要举措。由此看来，张又侠显然是胡锦涛的人。有了这层关系，也就不难理解目前坊间热传的关于习近平失去权势，由温家宝、李瑞环和张又侠3人联合主政的传闻了。
从中共第13军到军委副主席，张又侠的仕途轨迹正是中共军中派系更迭、权力转移的缩影。而他与胡锦涛之间深厚的信任关系，不仅成就了个人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10年中共军事与政治的走向。张又侠出身军人世家，与习近平同为红二代。其父张宗逊与徐仲勋在西北野战军有旧，正因这层历史背景，加之他在胡锦涛任内获得重用，张又侠在军中具有深厚的资历和人脉。在习近平上台初期，中共18大、19大期间，张又侠与刘少奇之子刘源、赵克时等联手调查古俊山贪腐案，震慑军中，打击江派人马，为习近平巩固军权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这一阶段，张又侠不仅是习近平的有力帮手，更是习近平军中整肃的核心执行者。中共20大前，习近平约谈大批高层军官与中委以上干部，据说张又侠被要求连任，护航习近平3连任。据刘孔福披露，作为交换，习近平私下承诺张又侠在连任1届后平安退休，保证一生无虞。甚至有传闻说，习近平给了张又侠200亿人民币来贿赂他。然而，随着习近平嫡系31军的何卫东、苗华等将领快速上位，张又侠受到了排挤。尤其是何卫东被习近平钦点为统帅台湾战役的核心人选，苗华掌控军中人事权，逐步架空了张又侠。习近平在火箭军遭遇抵制武统命令后，掀起新一波军中大清洗，导致李玉超、李尚福等高层将领相继落马。虽然张又侠曾任总装备部部长，按理应遭调查，但习近平却刻意放过了这位身带弓的上将。这也显示两人之间是有协议在的。尽管如此，张又侠面临的压力急剧上升，他被孤立于习家军核心圈之外，处处小心谨慎，出席会议也坐在后排末尾，老老实实的记笔记。即使这样，何卫东还在公开会议中暗批张又侠搞虚假战斗力，质疑他的军改成效。而党媒报道中也多次将何卫东排在张又侠之前，明显在释放政治警讯。孔刘福说，此后张又侠便开始搜集苗华、何卫东的问题资料，并很快抓到了两人的把柄。在确凿的证据前，习近平不得不处理。至于是什么证据，孔刘福认为肯定不是贪腐，贪腐不可能一招致命，但是否涉及军事政变预谋也就不得而知了。苗华被军纪委调查后，习近平的军中亲信便陆续出事，包括何鸿钧、何卫东、钟绍军都无缘无故地消失了。习在军中的局势急转直下。其实自从2023年习近平在中共北戴河会议上受到老干部的质疑后，特别是去年3中全会以来，一系列反常现象表明，习的一尊光环已经掉落，中共重返集体领导制度。这其中有他自己身体不好的因素，也有老干部和反习派的参与制约，使其失去了不少权力。而张又侠在其中肯定起到了关键作用，因为中共历来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